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室友看见我收快递，嘲讽我网购的都是穷人，他只去线下实体店柜台购买，我就纳了闷了。我帮我爸新开的购物冲一下业绩怎么了？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收到快递进站的消息。我美滋滋地拉着小车朝着学校快递站取快递，因为是双11的原因，学校门口临时放快递用的地方已经装不下了，整个校门口的广场上全都是快递。我正在拿着手机对应着序列号找我的快递，不停地往车子里装，就听见一个声音传来：“程小鱼，你怎么这么多快递啊？”我听到声音，抬头看去，正是和我一个宿舍的2个女孩子，高个子的叫陈薇，旁边短发的叫王倩。开学才不到半个月，陈薇是富家女的传言就整个学校都知道了，所以王倩对她唯命是从，像是大小姐身边的丫鬟一样。不但是王倩，宿舍里的另一个女孩子也是对陈薇非常恭敬。除了我向来认为交朋友就是要志同道合，兴趣相投才行。只是单凭别人有钱就要和别人做朋友的话，那未免太肤浅了一些。我看了看王倩，笑了笑，买的稍微多了点。旁边的陈薇看了我一眼，却十分嫌弃道：“小鱼，你就不要逞强了，我知道你家庭条件不好，有什么贫困的问题你可以告诉我的，不需要这么辛苦的为别的同学拿快递赚钱，我看了会很心疼的。”虽然话里话外都是关心，可是陈薇的眼神里还是透露着高傲。我知道，开学的这半个月的时间里，整个宿舍的人都对陈薇非常的恭敬和退让，只有我不但拒绝了他送的优惠券，还对他没有那么殷勤。所以陈薇对我是有点恶意的，不知道多少次在宿舍里抱团想排挤我了。只是我知道，我来上学不是为了交朋友，所以也就不在乎了。我听着陈薇的话，笑着看着她。陈薇同学说的我怎么不明白？什么叫为别的同学取快递赚钱啊？咱们学校还有这个赚钱的法子呢？我都不知道，你是怎么知道的啊？我十分真诚地看着陈薇询问，陈薇一下子涨红了脸色。我当然是因为看见别人做了才知道的。我看着她着急心虚解释的样子，只觉得好笑，懒得搭理这样优越感十足的大小姐。我继续低头寻找快递，很快找齐了全部，全都装进了我的小车里。陈薇似乎是不满意刚才我对她的话，并没有立刻带着王倩离开，而是站在那看着我，十分高傲道：“程小鱼，我作为同学提醒你一句，这网上买的东西可都是便宜的，质量没有保障的。我就从不会网购，都是从线下的实体店专柜买，虽然价格贵一点，但是质量有保障啊。”说着话还不忘炫耀一下自己手上拎着的印着 logo 的纸袋子。王倩急忙拍马屁道：“薇薇，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，家里这么有钱，还能有长得帅又有钱的男朋友给你买？”我听着陈薇的话，忍不住有点想笑，直起了身子来看着她。陈薇同学，都什么年代了？我以为只有我奶奶那一辈才会觉得网购是骗钱的，没想到你这么年轻的人，还是这么不肯接受新事物啊！听着我的话，旁边不少来拿快递的同学也都是看向陈薇。陈薇没想到我会这么说，立刻梗起了脖子来道：“程小鱼，你怎么这么咄咄逼人呢？我只是告诉你，网购的东西没好货，我是为你好，你还骂我！”陈薇拔高了声音，引起了更多人的眼神。这里全都是来拿快递的同学，陈薇这话里的优越感是个人都能听得出来。大家的眼神
都有些不善了。正在这时，一旁的快递小哥拿了几个快递过来。美女，这几个快递也是和你一个宿舍的，你能不能帮忙一起带回去？我看了眼快递单上的名字，微微大小街。我看了一眼王倩和陈薇，哎，这个叫微微大小街的是咱们宿舍的人吗？我看着陈薇的脸色瞬间变得很尴尬，王倩也有些怀疑地看向他。陈薇像是想起了什么来一样，急忙矢口否认。我怎么知道是谁？你干嘛问我？我耸耸肩，原来不是你啊，那也好办。快递小哥，你现在给这快递的主人打个电话，就知道他是谁了。快递小哥急忙拿出了手机来打电话，陈薇想静音都来不及，铃声一阵阵的响，周围的人眼神都落在了陈薇的身上。陈薇气得脸色都变得铁青，恨恨地挂了电话，上前一把拿过了自己的几个快递往回走。旁边有人看不过去，大声道：这白富美不是只在专柜买吗？怎么还买快递呢？就是啊，也不知道刚才是谁说的，自己从不网购，不相信网购的质量，自己打自己脸可还行？哈哈哈！陈薇即便是已经走远了，还是能听到身后传来的声音。我就拉着小车跟在他身后，眼看着他的脚步越来越快，王倩都要跟不上了。回了宿舍，刚进门就看见王倩正在陈薇的床前安慰她，另外一个女生也想上前去安慰，毕竟这可是借机靠近陈薇的好机会。可是却被王倩给用眼神恶狠狠地瞪着，不敢上前了。看见这一幕，我忍不住想笑，这是争着当大小姐的贴身丫鬟呢。我才不管陈薇怎么样，我拿着消毒喷雾把快递挨个喷完了，然后才搬来了小板凳，开开心心地拆快递。刚拆了一个项链的快递，对床的女孩子宋玲就诧异地凑了过来。小鱼，你这个项链的牌子不便宜吧？我在网上看见过，要3万1条呢。我笑着点点头，官网价格是这样的，不过我是从刚开的那个红色 App 上买的，便宜了1000多块。宋玲十分惊讶，那也得小3万吧？小鱼，你可真舍得。我闻言，看着镜子里自己脖子上的新项链，还行吧。主要是这红色购物 App 的创始人是我老爸啊，老爸刚开的的，我不得去冲点业绩。用我妈的话来说，我在这上面买东西就是在帮我爸赚钱。我想到这，急忙安利宋玲也去下载这个新的 App。宋玲心动了，一边拿着手机下载，一边说：虽然我买不起几万的项链，可是我能看看别的东西是不是也便宜一点。陈薇见状冷哼一声：宋玲，3万的项链可不是谁都能买得起的，我看你别是看错了，现在网上山寨这么多。王倩也急忙跟着附和：就是啊，程小鱼你有钱买3万的项链，怎么可能还穿得那么土？我闻言有些纳闷地看着王倩，我穿的土？我的衣服可都是我妈给我设计的，全世界都是仅此一件的。我妈是享誉世界的出名设计师，但是她不经常露脸，用她自己的话就是，设计不能走数量，而是要看灵感。但她结婚后，明显设计的灵感几乎都在我和哥哥身上，我和哥哥的衣服全都是妈妈一手操办的，没想到会被王倩说土。我看向王倩，从头到脚地打量了她一番，啧了一声：王倩，你说出这句话我不奇怪，毕竟你本身的审美层次也就那样，并且你的眼睛只看得见 logo， 看不见款式。王倩被我说了2句，气得睁大眼睛瞪着我，难道看 logo 不对吗？你的衣服好看的好看，可是连 logo 都没有，肯定不值钱，不值钱的就是土的，难道我说的不对吗？我闻言
看向陈薇：“你老是和陈薇在一起，你问问陈薇，白富美的圈子里都怎么看待浑身是 logo 的人？”陈薇被问住了，一下子有些说不上来。我看她的眼神，就感觉她平时塑造的白富美人设可能是含了不少水分的，因为在真正上流的白富美圈子里，浑身 logo 的人都被认定为没有审美的暴发户。看来这个陈薇是完全不懂啊！我没搭理两人，继续拆快递。晚上，宋玲跟我说，她在红色上抢到了比旗舰店便宜100多块的面膜，还抢了4盒，问我要不要。我摇摇头，说家里面膜很多。我们俩正在交流着怎么买便宜的东西的时候，我就看见陈薇从床上坐了起来，侧耳听着我们说话，然后立刻拿起手机来。我戴着眼镜，看着清楚，她在下载东西。不是说网购的都是穷人吗？这堂堂大小街居然也开始网购了。这连续的几天，我的快递都是每天很多，床下都塞满了吃的、用的、穿的、带的。宋玲每天都帮我一起拆快递，对待陈薇也不像是之前一样的跪舔。有次和我一起拿快递的时候，宋玲跟我说，她觉得我比陈薇更像是白富美，而且我一点架子也没有。或许是觉得最近风头上被我比下去了。陈薇这天早上和我们说，她的男朋友回国了，要请我们吃饭。我本来不想去，可是宋玲非让我也去，说反正去看看，她炫耀她的，咱们吃咱们的。我一想，这人不能和美食过不去，就一口答应了下来。下午，陈薇不停地在穿衣镜前换衣服，王倩在旁边给她出主意搭配。我能看得出，陈薇对今天的聚餐非常的看重。正在这时，陈薇的手机响了起来，她兴奋地接了电话：“你到学校门口了吗？好，我现在下去。”啊，怎么没开那辆路虎啊？开了宝马来，宝马多土啊！真是的。哦，车牌号是7768，对吧？我记住了，不会找错的。陈薇挂了电话，就让我们一起去。我听到这个车牌号的时候，有点觉得耳熟。我拿出手机来翻了翻照片，之前我哥的一辆车，黑色宝马，车牌就是7768，不会这样巧吧？到了学校门口，当我看见那辆车的时候，我几乎是可以确定，这就是我哥的车。难道我哥谈恋爱了，还和陈薇？这时，驾驶座上下来一个西装革履的年轻男人，笑着跟我们打招呼：“你们好，我是薇薇的男朋友。”我惊呆了，我哥的车？怎么开车的不是我哥？王倩站在陈薇的身边，看见那男人，急忙开始拍马屁：“薇薇，你男朋友好帅啊！以前只是看照片，没想到这真人比照片上帅多了。薇薇，我真的好羡慕你啊！”王倩这几句话把陈薇给拍得舒舒服服的，陈薇脸上也露出了笑意，上前几步给我们介绍了起来：“这位是我男朋友李源，亲爱的，这是我的室友们。”王倩急忙笑着上前：“你好，我是王倩。”宋玲也介绍了一下：“你好，我是宋玲。”我冲着李源点了点头。程小鱼一边打招呼，我一边将这个李源从头到脚的打量了一下。这车我是可以确定，就是我哥的车，可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被李源开着了。李源看着我们几人，笑着道：“那先上车吧。薇薇，你把你订的餐厅的地址发给我。”陈薇直接坐在了副驾驶上，道：“我拿手机给你开导航就好了。”我和宋玲还有王倩坐在后面。宋玲小声地在我耳边道：“没想到陈薇这个男朋友长得还挺帅，穿的戴的看起来都挺有钱的。”我笑笑，点点头。宋玲又道：“就是这车看起来有点不值钱，
富二代不都是应该开高级一点的跑车吗？我听着宋玲的话，忍不住笑了笑，看着车窗外的风景，道：这车可不是宝马的基础款那么便宜，光是改造算下来，少说也得上百万。宋玲闻言，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李元听见了我的话，很是惊讶：微微，没想到你的舍友这么懂车，一般人可是看不出这个车的门道。陈薇有些不悦，黑着脸：程小鱼，你少在这卖弄了。我撇嘴：就这点还叫卖弄？你是懂得太少了吧？陈薇嘴上说不过我，只得恨恨地转头瞪着我。宋玲很是好奇，小声问我：小鱼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对车还有研究啊？我笑而不语。这车自从我哥买回来之后，就一直在我面前炫耀，什么性能我早就背熟了。这个李元居然连我哥这么喜欢的车都敢开出来泡妞，也是心大啊。似乎是因为刚才陈薇觉得自己落了下风，便在路上不停地介绍起来，说李元的爸爸是很出名的投资人，投资的项目基本上全都赚得盆满钵满，而李元的妈妈则是一个非常出名的设计师，只是因为结婚了，所以才慢慢的隐退了。而李元还有一个妹妹。听到陈薇这么说，我忍不住好奇道：妹妹怎么样？陈薇一脸骄傲，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的女孩子，肯定是天生的小公主了。听说她妹妹长得很漂亮，而且很聪明，人见人爱的。我是越听越熟悉，这剧本难道不是我哥哥的剧本吗？爸妈的背景都是一样的，只是我真的有那么人见人爱吗？陈薇到底还是说了句我爱听的话，我心里窃喜，却又听陈薇道，她妹妹因为长得很漂亮，还要准备进军娱乐圈呢，应该很快就要进组拍戏出道了。听到陈薇这么说，我旁边的宋玲和王倩都是非常的激动。真的吗？那我们有机会去进组看看吗？能不能看见很多大明星啊？就是啊，薇薇，那可是你以后的小姑子，你肯定能带我们去看的吧？陈薇丝毫不心慌的满口答应了下来。我忍不住开口：她妹妹肯定不会进组的。陈薇皱眉看着我：程小鱼，你又逞什么能？你怎么知道她妹妹进不进组？我一脸的笃定，我就是敢肯定，要是进组早就进去了。你别忘了，他哥哥自己开了一家娱乐公司，如果妹妹想出道，那还不简单？陈薇一愣，十分戒备地看着我：你怎么知道我男朋友开娱乐公司的？废话，因为他拿的是我哥的剧本，我还能不知道？只是我没想到，这个李元不但是开了我哥的车，居然连我爸妈还有我自己都成为了李元的剧本里的人。这个人也太猖狂了。陈薇看着我，满脸都是警惕：程小鱼，你是不是偷偷关注了我男朋友？我告诉你，他已经有了女朋友了，当第三者是不道德的。陈薇的说着话，很不爽地看着我。王倩也急忙附和：就是啊，程小鱼，你羡慕薇薇可以，但是你要是敢做小三，我第一个不饶了你。宋玲急忙打圆场：你们肯定是误会了，小鱼怎么会当第三者呢？我笑了笑：陈薇，你真的不用担心我会撬走你男朋友，因为啊，我喜欢女的。一时间，车内的气氛一下子安静了下来。陈薇没想到我会这么说，脸色都有些不对了。到了餐厅门口，我们下了车，在门口等李元去停车，一起进去。宋玲忍不住小声道：我看电视剧里好像有钱人都是给餐厅的服务员小费，让他们去停车的，怎么李元还自己亲自去了？我还没说话，陈薇就像是被点燃了的炸药桶一样，大声道：宋玲，你懂什么？你根本自己就是个土包子，还好意思对我男朋友指指点点。宋玲是个包子性格，
被陈薇这么一对，不敢再开口，缩着脖子站在我身后。我拍了拍宋玲的手背，然后看着陈薇：“陈薇，你可小点声吧，好歹你现在也是上市公司老总的女朋友，能不能注意点公共场合的影响？”陈薇本还想骂我，可是似乎又听到了我说的上市公司女朋友这个称呼，强忍着怒意没有再发作。正在这时，李媛停好车来了，本来还挺开心的，停了个车，李媛的脸色就有些难看了。她拉着陈薇到了一旁：“怎么订的这家餐厅？上次咱们去的那一家不好吗？”陈薇很不开心：“上次那家也好，可是今天可是请我的室友们吃饭，我就选了这家高端的。怎么了？”李媛皱着眉：“这家餐厅人均消费最低2000块，你3个舍友就要花6000，还不算他们万一点更贵的，一顿饭1万多没了。你真当我冤大头啊？”可能是涉及到了金钱，李媛的语调不由得拔高了几个度。我们3个人站在这，是听得一清二楚。陈薇的脸色一下子变了：“你什么意思？1万块钱而已，你一个开公司的还舍不得1万块，这也不是给你自己长脸吗？你在这大吵大闹的，有没有想过给我丢人了？”眼看着2人要吵起来，我们3个人站在这就显得格外尴尬。宋玲拉了拉我的衣袖：“小鱼，要不然咱们还是走吧，回去吃螺蛳粉，我买了好多。”陈薇听到了宋玲的话，急忙掐了一下李媛的手臂，压低着声音道：“已经来了，再走肯定不好，你也不想自己丢人，连累我也丢人吧？”李媛看了看他，又看了看我们3个，似乎是强忍着怒意：“走吧。”我们最终还是进了餐厅，因为最低每人2000的高消费，所以这家餐厅的人不多，环境也非常的好。一坐下来，宋玲和王倩就不停地拍照，我坐在一旁喝着橙汁。陈薇从洗手间出来，看得出她刚刚哭过了，眼圈都是红红的。我见她这模样，还有点可惜。正在这时，宋玲坐了过来：“小鱼，你不拍照啊？这里真的好出片啊！”我摇摇头，没兴趣。陈薇坐在我对面，哼了一声：“程小鱼，我就是见不惯你这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又不是什么公主，装什么高贵呢？”我笑笑：“我不是公主，我能正视自己的平凡，你能吗？”陈薇知道我是在说她刚才的事情，攥紧了手里的叉子，瞪着我。很快，点的餐就上来了。李媛一改之前的小气巴拉，开始和陈薇大秀恩爱起来，并主动解释刚才和陈薇之间讨论的事，这里太低端了，责怪陈薇不该给自己省钱。这颠倒是非黑白的能力，我和宋玲忍不住对视一眼。陈薇也亮出了自己的项链：“你们看，这是钻石项链，好看吗？”宋玲和王倩都朝着陈薇的颈肩看去，硕大的钻石吊坠透着淡淡的粉色的光。陈薇自己介绍着：“这是粉钻，比一般的钻石更值钱。”我就说呢，怎么会这么快原谅了李媛？原来是因为李媛下了血本送了礼物。不过这礼物我怎么越看越觉得眼熟呢？粉钻的确稀有，所以李媛是怎么舍得花这么大价钱买的？陈薇为了炫耀，特地把项链摘了下来给我们看。我仔细地看了看项链的内圈，果然刻着熟悉的字母。这个李媛居然把哥哥送我的项链偷出来送给陈薇。这项链是我哥哥在我18岁的时候送给我的成人礼物。上次去哥哥的公司玩，项链被我不小心拽断了，哥哥说拿去给我修好再给我，一来二去忘记了，项链就一直留在哥哥那。项链内圈里的刻字是我的名字3个首字母，如果这不是我的项链，那就是巧合中的巧合了。陈薇十分得意地看着我们：“快点拍照吧，
毕竟你们可能这辈子都没机会再见到第二次粉钻的项链了。王倩十分的羡慕。微微，你男朋友对你可真好啊！陈薇得意地笑着。我指着项链的内圈，好奇怪 ，CXY， 这是什么意思？陈薇的缩写应该是 CW 吧？怎么会刻这个？是别的女人的名字。陈薇听到这么说，急忙抢过了项链来看，果然 CXY 3个字母非常的清晰。她拿着项链，转身看着李媛质问道：“李媛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你送给别的女人的？”李媛也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事情，她脸色看起来很是焦急，半晌才道：“亲爱的，这个项链本来不是今天送给你的，我拿到项链才发现他们刻错了字母，本想拿回去换，可是你今天不是生气了吗？所以我想着先送给你，让你开心了，之后再和你解释。对不起，亲爱的。”李媛十分诚恳地道着歉，我不禁开始佩服起了这个李媛，真的非常的会随机应变。果然，陈薇接受了这个解释，没有再继续追究。吃着饭，陈薇像是想起什么来一样，看着宋玲道：“你不是喜欢那个什么男团吗？他们就是李媛公司旗下的签约艺人，我可以帮你弄到签名照。”我知道。陈薇以前看不上宋玲，不想和她走得近。后来宋玲和我玩得好，陈薇这占有欲又开始了。宋玲摇摇头，一边大快朵颐，一边头也不抬地说：“那个啊，我已经有了，小鱼帮我弄到的。”陈薇很是奇怪，看向我：“你怎么弄到的？那个很难弄的。”我笑笑：“花钱买的呗，这话我可没说错。那个男团的确是在我哥哥的公司里，我要他们的签名照和唇印，可是艺人请了一只冰淇淋才搞定的，怎么能不算是花钱买的呢？”陈薇有些不悦地看着我：“你家里是暴发户啊？”我耸肩笑笑：“差不多吧。”看我这副云淡风轻的样子，陈薇就更生气了。她一直都塑造着白富美的人设，自然不允许身边有比他出手更阔绰的人了。陈薇眼看着从这方面难以入手，又看着宋玲：“宋玲，你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西餐吧？我们都是好朋友，以后你想吃的话，我还会带你来吃的。”宋玲却道：“小鱼之前跟我说，美食不可多用，我吃过一次就行了，也不能总让你破费，是不是？我和小鱼在宿舍吃螺蛳粉也挺开心的。”说着话，宋玲还笑着看了我一眼。我知道宋玲这个吃货怎么可能不喜欢牛排，只不过她已经在这段时间跟我玩习惯了，知道陈薇想孤立我，她不愿意罢了。哎，这革命友谊也是建立的挺快的。我看着她笑了笑，小声道：“以后给你吃爆辣的螺蛳粉。”看着我们俩互动，陈薇的脸色更难看了。她看了看我：“程小鱼，你也就能吃个螺蛳粉了，不上台面。”正在这时，服务员端着托盘来了，看着我们说：“这是我们主厨送给尊贵客人的红酒。”陈薇脸上带着得意，看来这里的主厨还是认识李媛的。李媛也以为是送给他的。服务员摇摇头：“主厨是送给程小鱼程小姐的。”我很奇怪：“你们主厨我不认识啊。”正在这时，一个戴着厨师帽的白胡子老头从后面走了出来，笑着跟我打招呼。我这才认出来，这主厨不是我爸的好朋友丹尼尔吗？我们俩互相聊了一会儿，我才知道丹尼尔是上个月来这里工作的，刚才进门的时候就认出我来了，特地送我一瓶红酒。丹尼尔走了以后，宋玲急忙道：“小鱼，你英文这么好啊，你和那个外国老头交流的时候说得好自然，我都听不太懂。”我笑笑：“我爸以前带我在国外住过几年，所以我口语还算是可以。
王倩也很惊讶地看着我。程小鱼，你居然还在国外住过？你家里很有钱吗？我耸肩，点点头，算是暴发户吧。我爸总是这么说自己，因为运气好，投资的几个项目都很赚钱，我们家才从小康家庭变成了富豪家庭。我爸说，这就叫暴发户。陈薇的眼神里露出了羡慕，却还是嘴硬着，果然没什么品味。李媛则是一脸探究地看着我，眼神太热烈，我都忍不住回瞪他了。李媛看见我生气的样子，急忙起身道：“小鱼，今天是因为你的原因，我们才能尝到丹尼尔主厨送的美酒，我给你倒一杯。”我急忙按住了杯子，不好意思，我不喜欢喝，你喜欢就多喝点好了。李媛停在半空中的动作就显得非常的尴尬。陈薇见状，心里很不舒服，还没吃完就喊着要离开。回去之后，我们刚进宿舍，东西还没放下，陈薇就走到了我的床铺前，一脸不悦地看着我。程小鱼，我再警告你一次，李媛是我的男朋友，你不准对他有什么别的想法。我有些纳闷，陈薇，你别以为你觉得好的男人，别人都觉得好。说句实话，我从小见过比他帅、比他条件好的多了去了。我程小鱼还不至于这么饥不择食。宋玲急忙上前，挽着我的胳膊，看着陈薇：“陈薇，你也看见了，吃饭的时候是李媛主动给小鱼倒酒的，你怎么能颠倒是非呢？小鱼可是一顿饭都没正眼看他一眼，你也太玻璃心了吧！”陈薇气得咬牙，转头看着王倩，想让她上前来帮忙，可是王倩却一反常态的拿着盆去了洗手间。陈薇气得瞪着我：“程小鱼，你最好是按照你说的那样。”正在这时，我发现微信上有消息，一点开就是新的好友申请，看了头像，我就确定是李媛。我把手机举着到陈薇的面前：“你看，事实摆在眼前了。”陈薇看了李媛加我的好友申请，脸色瞬间变得非常的难看。宋玲也凑上来看了一眼，八卦地看着我：“天哪，小鱼，这个李媛居然主动加你！”我摊手，表示自己也很无奈。陈薇气得立刻给李媛打去了电话：“李媛，你怎么这么不要脸？要我的手机看，就是为了找我舍友的微信？你别骗我了，你哪里都加了，我就在这里看着，你只加了程小鱼一个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是觉得程小鱼家里有钱吧？你别做梦了。”陈薇拿着手机去了阳台，关上了门。宋玲看着陈薇的背影，十分八卦道：“小鱼，这个李媛不会是真的喜欢上你了吧？”我摇头，我对这种人可没兴趣，想办法保持距离才好。宋玲点着头，这人肯定是渣男。吃着碗里看着锅里：“小鱼，你千万不要做接盘侠。”我乐了：“你放心吧，我程小鱼见过的帅哥多了去了，他还暂时排不上号。”我心里明白，李媛之所以加我的微信，肯定是因为今日见到我认识主厨，又知道我家里是暴发户，所以才会加我，想抱大腿。目的太明显了一点，我对这样的人当然是敬而远之了。第二天是周末，我决定收拾东西回家住2天，顺便去找我哥问问这个李媛到底是什么人。这样手脚不干净的人留在身边，时间久了肯定成大患。我刚准备起床洗漱，就看见陈薇的床前帘儿没有拉上，她就坐在床上，顶着一双大大的熊猫眼，充满怨念地看着我。我吓了一跳：“陈薇，你不会是一晚上没睡觉吧？”陈薇瞪着我：“你少在这好心了，我是不会吃你这一套的。”我笑了笑：“什么好心啊？我只是第一次看见人类的黑眼圈会真的和熊猫一样大。”陈薇被我气得脸色涨红，我无心和他对线，
急忙就收拾东西离开了。我没回家，而是直接去了我哥的公司。我哥很宠我，所以他公司的艺人，就算是很出名的大明星，见了我都会和我打招呼。我挨个的回应了一下，然后直接闯进了我哥的办公室。一开门，我哥正在喝咖啡，可能是我开门的声音太大，我哥的手一抖，咖啡就洒在了桌子上。说了多少遍进门敲门，你们都是把我的话当成耳边风是吧？我哥不耐烦地抬头，一看见来人是我，脸色立刻变了。小鱼儿，你怎么来了？也不提前跟哥哥说，找人去接你。我哥笑眯眯地走了过来，伸手揉揉我的头发。我笑着，哥，我这次来可不是为了找你要钱的，我是有重要的事情。说着，我将李媛的事情和我哥说了一下。我哥很是惊讶，李媛，他是我的助理，平时看起来工作挺好的，怎么居然是这样的人？我点点头，哥，这个人还是不要留在身边的好。我哥应声，行，我知道怎么处理了。不过小鱼儿，你这个舍友如果一直针对你，哥哥给你在学校门口买一套房，你还是不要住在宿舍里了。我还没说话，哥哥又说，要不然我每天让司机去接你，你还是回家住吧。我知道哥哥是为我好，但我还是摇摇头。哥，能欺负我的人还没出生呢。再说了，我和宿舍另外一个女孩子处得很好，你放心吧。哥哥感叹地看着我，小鱼儿真长大了。我在家里住了2天，周一才回学校。没想到刚进校门，就发现了同学们看我的奇怪的眼神。我很好奇，我的脸上是有什么奇怪的东西。回了宿舍，宋玲见了我，急忙上前来，小鱼，我给你发消息你没看见吗？我好奇地拿出了手机来看，才看见宋玲给我发的消息，让我近期不要来学校。我纳闷，为什么不让我来学校？宋玲急忙打开了学校的论坛给我看，陈薇被她男朋友甩了。陈薇说，肯定是你背后使了什么法子，才把她男朋友的魂儿给勾走了。就在学校论坛发了你是小三的帖子。你也知道，陈薇本来在学校就非常出名，她又是自报姓名，很多人都很同情她。我不让你来学校，就是因为想让你先躲避一阵子，避避风头，要不然我怕学校那些陈薇的粉丝会针对你。宋玲说着话，着急道，早知道我该给你打电话的，都怪我。小鱼，这样吧，你穿我的衣服，悄悄地离开，千万别回来了。我笑着摇摇头，拍了拍宋玲的手背，你放心吧，我没做过的事情我是不怕的。正在这时，身后的宿舍门开了，陈薇和王倩走了进来。见了我，陈薇怒气满满地瞪着我，程小鱼，你还敢回来？我为什么不敢回来？这是我的宿舍。我毫不犹豫地对了回去。难不成因为你被人甩了，我要当缩头乌龟？陈薇气得咬牙，你还敢说这话？我分手还不是因为你？你勾引我男朋友！陈薇大声地说着。此时因为吵闹声，1层楼的人都围了过来，站在门口看。我笑了笑，陈薇，你别在这里自欺欺人了。你邀我去见你男朋友一起吃饭，就是为了对我炫耀你有个多么帅多么有钱的男朋友，根本不是像你帖子上说的那样和我们关系好，要不然你也不会在吃饭的时候一直挖苦我们了。我看着周围的同学，继续说，还有，你男朋友长什么样子我都没记住。吃完饭之后，是他主动给我发好友申请，我当时第一时间就拿给你看了。你这时候装傻是吧？你男人不检点，见异思迁，毫不顾忌你的感受，你不敢对他怎么样，却来责怪我。我看着陈薇逐渐泛白的脸色，毫不留情道，如果你想保住你的男人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杀尽天下女人，
要不然的话，都是治标不治本的。陈薇气得攥紧了手。程小鱼，我看着他，你往我身上泼脏水，我会让你知道，我也不是好欺负的。我说完话，直接拿起了包包来，转身走了出去。出了校门，我给我哥打了个电话，让他来接我，然后等车的时候，顺便给宋玲发了消息，让他不要担心我，顺便准备一下，帮我个忙。发完了消息，我又找到了李媛之前给我发的好友邀请，点进同意之后，给他发消息约他见面。李媛没想到我能给他发消息约他，激动地表示15分钟就到。我看着手机上的消息，扬起唇角。陈薇，我要让你知道，我不是那么好欺负的。到了咖啡店，我点了一杯咖啡，等待着李媛的到来。没多时，李媛就气喘吁吁地赶来了。她看见了我，眼神中露出了惊喜。程小姐，你能约我，我真的很开心。我也不啰嗦，直接开门见山。李媛，听说你和陈薇分手了？李媛一愣，随即点点头。程小姐，你千万不要以为我是个渣男，其实我早就忍受不了陈薇那个大小姐脾气了，动不动就对我发火，我一忍再忍，真的是忍不下去了。我轻笑，哪里是忍不了，明明是发现了比陈薇更好的。我抿了一口咖啡，道：李媛，我今天约你，其实也和陈薇没关系，只是我想让你把我的项链还给我。李媛一愣，什么项链？我没说话。我哥从外面走了进来，看着李媛，当然是我放在抽屉里的那一根，那是我送给小鱼儿18岁成人礼的礼物，你居然趁我不注意拿走送给别的女人。李媛看见了我哥，吓得脸色都变了，他急忙站了起来，十分尴尬又局促地看着我哥。老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笑着看着李媛。李媛，你知道你们老板叫什么名字吗？李媛一愣。程如水。我点点头。他叫程如水，我叫程小鱼。你猜我们是什么关系？李媛一下子反应了过来。你们是兄妹。我点头。所以啊，我早在看见你的车的时候就察觉出来了。后来陈薇说起你的父母和妹妹，我才确定你就是在冒充我哥。你知不知道，因为你给我发消息，陈薇觉得我是你们两人中间的第三者，你和他分手都是因为我勾引你。我真的是纳闷了，你只是我哥手下的助理，我为什么要勾引你？李媛站在那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说完话，我看向后面，宋玲，你拍好了没？宋玲举着手机出来，都好了，都好了。李媛很惊讶，你们在干什么？为什么拍我？你们这样是侵犯我隐私权的。我笑笑，别担心，我同学不是拍你，而是现场直播罢了。宋玲上前来，小鱼，直播间很多咱们学校的人，大家都看见了，知道你是被冤枉的了。李媛气得咬牙，你们这样是犯法的。我哥看着他，你偷我的项链，开我的车出去，用这些出去坑蒙拐骗女孩子，你猜猜警察会怎么看？李媛急忙大声辩解，不是的，我没有坑蒙拐骗。陈薇说她自己是富家千金，其实根本就不是，她爸妈就是一般的上班族，家里的房子都是租来的。我也是受害者啊！我和宋玲对视一眼，没想到还会有意外收获。因为这个直播，我的名声又回来了，并且大家知道了我是真实的富家千金，对我的态度都是大为转变。而陈薇就惨了，她以前仗着自己的白富美人设，对任何人都是没好脸色，明里暗里欺负过很多人。现在人设崩塌了，自然成为了众人攻击的对象。大概1周后，陈薇就搬出了宿舍，据说是回家住了。王倩也不知道因为什么，也搬走了，宿舍一下子空了下来。
宋玲趴在床上看着我，小鱼，你有没有觉得宿舍里没了俩人，就剩咱们俩还挺孤单的？我摇摇头，一点也不孤单，就咱们俩就能实现螺蛳粉自由，不好吗？说着话，我又假装叹口气，看来你是不打算吃螺蛳粉了。宋玲闻言，急忙从床上翻下来，谁说的？我要吃，我要吃！我和宋玲都知道，宿舍肯定还会再搬来新的同学，但是不管是好是坏，我们都做好准备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